今天的影片是一個綜合練習，透過多個 Obsidian 的外掛聯手合作，來達到快速功能設定的多個方法。我們都知道 Obsidian 的設定視窗裡面含了多種設定，包括有外觀、快捷鍵、核心外掛、第三方外掛跟第三方外掛的許多選項設定。每一次為了達成某個設定，我們都必須做多次的點擊，才能夠達到我們要設定的一個地方。今天分享一個小技巧，使用 Advanced URI 這個外掛來達成快速設定，同時也來展示使用 Buttons 的按鍵、側邊欄的筆記跟側邊欄的命令按鈕以及斜線命令等等的途徑，用最少的點擊而能夠來達到快速設定的一個目標。以下我們就來先介紹一下關鍵的方法。Obsidian 的設定呢，全部都在設定的這個按鈕裡面。進入 Obsidian 設定以後，就可以來選擇你要做編輯器的設定、外觀的設定或是快捷鍵的設定。我們通常都必須要做多次的點擊才能夠找到我們要做的一個設定。透過我們的側邊欄的按钮，或者是我們在這個側邊欄的筆記，可以直接馬上開啟一個特定的設定的視窗。比如說我希望要馬上開出 Quick Add 的選項的功能視窗的話，我們只要點擊這個側邊欄的筆記，它就會馬上直接顯示出 Quick Add 的設定的一個畫面。或者是我們現在要點擊第三方外掛的視窗，我只要在我側邊欄的功能按鈕呢點擊我設定好的一個按鈕，它立即就跳到第三方外掛的一個設定的畫面裡面來。我們也可以用像比如說 C Menu， 我們把 C Menu 顯示出来，我可以在 C Menu 上面呢增加一個按钮，這個按钮呢也是可以馬上展示出我們這個 Shell Commands 外掛的設定的畫面。那我們今天就是來介紹怎麼樣子透過 Advanced URI 跟 Shell Commands 的聯手合作，來做到很多種不同的方法，可以很快速的來開啟一個特定設定。今天介紹的快速設定的方法，其實它的關鍵的方法就是使用 Advanced URI。Advanced URI 裡面呢，它有一個參數就是 Setting ID。我們只要把 Setting ID 設定成我們要設定的項目的代碼，它就會直接跳到那一個項目裡面來，直接做設定的畫面。比如說，我們如果希望馬上顯示出編輯器的選項設定畫面的話，我們這個 Setting ID 呢，就把它設定成是 Editor。那如果你要到快捷鍵呢，你就使用這個 Hotkeys。那甚至於你要外掛的瀏覽器，只要輸入 Plugin-Browser， 它就會直接開啟第三方外掛的瀏覽的畫面。那我們總共有4大類的 Setting ID 可以來使用。那甚至於不同的第三方外掛，只要找到它的 Setting ID， 我們一樣可以透過 Advanced URI 來對它直接做快速的設定。這個第三方外掛的 Setting ID 呢，你只要找到你在點 Obsidian 的 Plugins， 然後找到你外掛這個資料夾，每一個外掛裡面呢都會有一個 manifest.json。那你只要找到這個 manifest.json 裡面的 ID， 這個裡面呢就會列出外掛它的實際的 ID。如果你覺得這樣子的尋找很麻煩的話，那最簡單的方法其實就是在 Plugins 裡面你找到你這個外掛它的資料夾的名稱，通常外掛的資料夾名稱就是這一個外掛的 ID。基本功能就是都是透過 Advanced URI 的語法來達成的。那我們下面就來做個實際的範例。我們第一個快速開啟的方法呢，就是直接使用 Buttons 這一個外掛透過 Buttons 來，我們來定制每一個不同設定的不同的按鈕。看一下我這邊的設定在這邊呢，只要使用了 Button 程式碼的區塊，然後指定好它的名稱、類型類型當然就是要指定它是 Link 表示它是一個鏈接。然後我們在這個 Action 裡面呢，就是使用了 Advanced URI 它的網址的寫法就可以了。首先就是这個 Vault 呢，你要把它指定成是你筆記的儲存庫的名稱。然後後面這個 Setting ID 呢，像我們這個第一個例子是開啟快捷鍵那快捷鍵的 Setting ID 是 Hotkeys 因此我們這邊就等於 Hotkeys。那這樣子就可以做出一個開啟快捷鍵的一個快速啟動的一個按鈕了。那第二個呢，第三方外掛的 Setting ID 是 Community-Plugins， 我們就在這個 Action 的後面指定好 Setting ID， 這樣子就可以了那以此類推呢，我們就可以根據我們的需要設定了快捷鍵、第三方外掛，還有主題，還有我們 Shell Commands 這個第三方外掛。那這個 Shell Commands 的第三方外掛，它的 Setting ID 查出來以後呢，它是 Obsidian-Shell Commands。还有呢，我们也可以来設定 C Menu 的 Setting ID 是 C Menu-Plugin， 還有 Quick Add 的 Setting ID 就是 Quick Add。我們只要做好這些設定以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來執行它了哈。好，我們在這邊哈，我只要直接點擊，假設我們要開啟這個快捷鍵哈，我們只要點擊一下，好，快捷鍵的畫面就開啟起來了。你這一些按钮是放在另外一個筆記裡面，那到時候我們可以把這個筆記呢往左邊拖到這個側邊欄的這個工具列這一邊，它就會自己會變成是一個側邊欄的筆記。那這樣子，當你有需要做快速切換的時候呢，你只要再把這個側邊欄這個功能表給開啟起來，然後切換到這個筆記，然後找到你要設定的按钮哈，比如說假設我們要開 Share Commands 它的快速設定，點擊一下，它就會馬上開出這個 Share Commands 的這個畫面出來。透過 Buttons 外掛它的 Link 這一個類型來快速開啟某一個特定的設定畫面。那這個是最簡單的一個使用快速開啟的一個方法。快速開啟的第二個方法呢，是直接使用 Share Commands 再加上 Hotkey， 只要把网址設定成是 Share Commands， 这樣子在命令裡面就會有 Obsidian 的命令可以使用。那有了這個 Obsidian 的命令以後呢，我們其他的各種其他的開啟的方法呢，就可以透過 Share Commands 來達成的。那它這個方法就是我們第一步要在我們的 Share Commands 裡面點擊這個 New Commands， 點擊一下 Share Commands。在這個 Share Commands 的畫面裡面我們先點擊這個 New Command， 然後有了 New Command 以後，在這個輸入框裡面輸入我們要使用的作業系統的一個指令。那因為像我是使用 Windows， 那我們開啟 Obsidian 網址就是這個 Advanced URI 的這個網址的方法，使用 Start 這個指令來開啟的。然後 Start 的後面呢，就是我們剛剛的 Advanced 底線 URI 的整個網址的內容。我的 Settings 後面就是等於 Hotkeys， 因此我這個命令就是直接可以快速開啟快捷鍵的設定視窗。我們只要這樣子設定就可以了。那這邊有個要注意的就是在 Windows 裡面因為我們的網址裡面的這個 AND 符號它是在 Windows 的命令行提示裡面它是特殊的符號。那因此呢，我們要加上這個-V 符號，把它做一個跳脫字元的處理這樣子它才可以正常的來開啟它。那如果說你覺得這個方法要加一個跳脫符號很麻煩的話，那你就可以使用雙引號的方法來做這個參數，就是在這邊呢前後只要加上雙引號。那在這個雙引號裡面呢，它就不需要這個跳脫符號，因此你要把這個-V 符號給刪除。但是 Start 這個命令如果你用了雙引號以後，你就必須要指定第二個參數，把它當作是你這個後面的程式的一個名稱因此你這邊還要再多加一個雙引號這個是你要加雙引號的时候要記得多了一個選項出來要來做執行。那用這樣子的方法，更或者是我們剛剛第一個方法像我們下面這個方法，用這個-V 符號這樣子的方法也可以那這個就看你自己習慣用哪一個都可以。那這樣子設定好以後呢，其實我們就增加了一個 Share Commands 這個命令了這個命令增加好以後，為了辨識我們當然要使用這個 alias 這一個給它一個名稱。我們只要做到這樣子，其實這個命令就已經設定完成了，我們就可以直接在我們的熱鍵裡面我們開啟快捷鍵。你在這邊呢，你再輸入 share 就可以找到你剛剛加的這個命令了像我們這個是 hotkey 就是這一個，然後你再給它一個熱鍵比如說我這邊給它一個 hotkey 呢是 Alt 跟 K， 那因此我透過這個 hotkey 呢 Alt 跟 K， 我也可以馬上就開啟這個選項，快捷鍵的設定視窗也就可以馬上可以顯示出來了。那另外我在這個 share 裡面我看到我們設定好的裡面我的 share commands 呢，我這邊也設定了 hotkey是 Alt S 給它，因此我也可以點擊 Alt S 就可以把它給開啟起來比如說我現在按下 Alt 跟 S， 好，那它馬上就顯示出來 share commands 的設定的畫面。那這個就是使用 share commands 跟 hotkey 的方法來做操作。那其實我們後面的第三個方法以後呢，其實都是必須要透過我們 share commands 的這個設定，讓它把這個命令呢加到 Obsidian 的命令視窗裡面我們透過 share commands 設定好以後，我們在 Ctrl P 裡面才能夠找到 share commands 的這些命令，我們才可以拿這些命令呢把它給加到 cmenu 或者是斜線命令裡面。所以 share commands也算是必要的一個關鍵方法的第二個。如果你使用的是 macOS 或者是 Linux， 那我也把它的使用的方法放在我的解說文章裡面那如果各位是使用 macOS 或是 Linux 的，你可以來參考解說文章。接着後面其實因為基本上都是透過 Share Commands 的命令來跟其他的功能做綁定的因此我們就不需要特別再做一個一個的說明
只是請大家記得到解說文章裡面去看詳細的用法就可以，其實就是平常這些外掛基本上的做法而已那我們這個側邊欄的按鈕事實上是透過Customizable Sidebar 這個外掛來達成的。看一下 Alt P， 那這個就是開啟第三方外掛的一個快速按鈕。然後在這邊呢，輸入 Custom Sidebar， 然後找到它的選項以後，你就可以把這個 Share Commands 的命令整個把它給加到你的側邊欄的按鈕裡面來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你用 Add Command 就可以把它加進來了。通通都是去找 Share Commands 的刚刚加好的命令就可以了。因此你有很多額外的自己常用的外掛的設定，你就必須多自行把它給加到 Share Commands 裡面，這樣子到時候才可以從 Ctrl P 的命令面板裡面找到，然后我們其他的設定呢也才能夠透過它來做設定。那這是一個關鍵點那斜線命令也是一樣因為你的 Share Commands 已經有命令在了那你的 Obsidian 命令也可以找到這些 Share Commands 新加的命令了，因此你的斜線命令也可以找到這些命令，也就可以來執行它了。那 C menu 也是一樣你就是用加號把它給加進去Add Command 把它加進去就可以了。Key Sequence Shortcut 也是一樣你就是只要把你的命令給加到它的設定檔 kssrc.md 裡面，然後再重新載入就可以。最後一個就是也可以透過 Quick Add 來做我有嘗試過在 Quick Add 裡面來調用 Advanced URI 的 API， 但是這個試了一下沒有成功，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做了。但是我有透過有另外一個方法 Ctrl Q 我的 Ctrl Q 是我所有的 Quick Command 的命令通通會集中在這一個功能表裡面我這邊就做了一個巨集 Quick Settings， 點擊了以後呢，它會出現一個視窗。那這個視窗裡面呢，我就可以根据我自己常用的這些快速設定，比如說我要找到這個 Quick Add 的設定視窗，我就點擊它，它就會馬上開啟出 Quick Add 的設定的視窗。那這個方法基本上就是透過巨集我們在這個 Quick Add 的巨集裡面我們就設定了一個 Quick Settings 這個巨集。那在這個裡面首先就是透過我們外面寫的一個 JavaScript 我這個 JavaScript 的名稱是叫做 Advanced URI.js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剛剛談出來的快速設定的那些選項的一個視窗，然後讓它等100毫秒，然後接着再直接使用 Share Commands 的一個 Execute。那這邊額外有設定一個 Quick Settings by Clipboard。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做什麼處理所以我們一樣先進入 Share Commands 的設定那在這個地方我有加了一個這一個 Setting ID 呢是使用Share Commands 的一個預設的變數，就是2個大括號裡面是 Clipboard， 因此也就是我剛剛的 Advanced URI.js JavaScript 裡面其實是把選擇好的內容把它給儲存到系統剪貼簿，然後再用系統剪貼簿裡面內容來組成這個指令，然後就可以做到選擇某一個選項來開啟需要的那一個設定的一個功能。這個細節各位可以再參考一下我的解說文章裡面會把程式碼網址也會附上去，那各位自行來參考就可以了。好，那今天我們其實就是綜合了很多個不同的Obsidian的外掛，然後可以讓我們做不同方法的一個快速開啟設定的一個方法。基本的邏輯就是使用 Advanced URI 跟 Share Commands 來達成這一些組合的功能。透過今天的介紹，希望各位可以對 Obsidian 多種外掛互相聯手使用有一個更新的一個想法。那以上就介紹到這邊，也歡迎大家多多訂閱我的頻道，按讚並且多加分享，謝謝各位。